春秋最然逆袭，43岁被迫流亡，62岁问鼎中原，19年颠沛流离。重耳如何从丧家之犬成为春秋霸主？北方大国晋国在晋昭侯时期分裂为曲沃和邑，彼此攻伐数十年。后来曲沃武功攻破邑城，成为晋国大宗。其子晋献公在位时，挥师灭耿、霍魏等国，北破狄戎。之后又以假道伐国之计，吞并虞国2大强敌，使晋国雄踞北方。然晋献公晚年宠信骊姬，自太子韩渊自尽，公子重耳投奔敌国，夷吾避祸梁国。晋国因楚魏之争陷入动荡。公元前650年，夷吾在秦国支持下返回晋国继位，是为晋惠公。晋惠公背信弃义，诛杀功臣，因忌惮重耳声望，便派人追杀重耳。为求生机，重耳决定前往齐国投奔齐桓公。然而流亡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。途经魏国时，魏文公见他落魄，竟闭门不纳。行至五路时，饥肠辘辘，一行人无奈向田间劳作的农夫乞食，换来的却是一块冰冷的土块。抵达齐国后，齐桓公对这位落难公子礼遇有加，不仅赠予厚礼，还将宗室之女齐姜许配给他。5年的安逸生活渐渐磨平了他的志向。齐姜深知安逸足以亡身，便与胡延等人商议，在宴席上灌醉重耳，随后将其扶上马车驶离齐国。途经曹国时，曹共公听闻重耳身有偏邪，竟不顾诸侯礼仪，趁重耳沐浴时暗中偷窥。这份轻慢让重耳铭记于心。抵达宋国，宋襄公虽刚在洪水之战中惨败于楚国，国力衰微，却仍以诸侯之礼接待重耳，只是无力助其复国。路过郑国，郑文公见重耳势单力薄，干脆闭门不见。随后一行人辗转来到楚国，楚成王竟以诸侯之礼相迎。宴席上的酒肉佳肴，礼乐歌舞。酒过3巡，楚成王笑着问重耳：若公子他日重返晋国，将以何为报？重耳放下酒杯答道：真情易受，珠玉酬捐，君王都富富有余。若将来两国兵戎相见，我君愿退避三舍。楚成王闻言大笑，他或许不会想到，多年后这句宴席上的誓言，竟会成为决定春秋格局的关键。之后，重耳一行人辗转来到秦国。晋惠公病逝后，重耳在秦国的拥立下，于公元前636年返回晋国，夺得君位，这就是晋文公。晋文公继位后，重用胡衍、先轸等贤臣，整顿吏治，安抚百姓。很快，晋国便结束了政局动乱的局面，国力一日千里。重耳登上君位的同年，周朝王子代发动叛乱，周襄王仓皇出逃，向诸侯求援。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提升晋国声望的绝佳时机，当即亲率大军奔赴洛邑，一举平定叛乱，将襄王护送回都城。周襄王感念其功，将南阳8邑尽数赐给晋国，这片肥沃的土地为晋国挺进中原提供便利。公元前633年，楚成王亲率大军围困宋国，宋国使臣公孙固奔赴晋国求援。朝堂之上，群臣争论不休，救宋则必与楚国正面交锋，不救则措施拉拢宋国，遏制楚国的良机。就在晋文公举棋不定时，胡衍上前一步献上棋策：曹魏乃楚国心腹同盟，我军若攻打此2国，楚军必然回援，宋国之围自解。此计一出，满朝皆赞。公元前632年春，晋文公命荀林甫率领800乘晋军南下，兵锋直指曹魏。大军行至魏国边境，晋文公先礼后兵，派人向魏国借路，却遭魏成公断然拒绝。晋军随后迂回渡河，直取昔日受辱之地五路。如今晋军兵强马壮，五路守军望风而逃。魏人见晋军威势，惊恐之下赶走魏成功。晋国兵不血刃，便控制魏国。紧接着，晋军挥师南下，一举攻破曹国都城，控制曹国。按照原计划，晋军攻曹伐魏，本是为了引诱楚军北上，以逸待劳，与之决战。可楚成王不为所动，依旧猛攻宋国都城。晋文公陷入两难境地：若率军南下救宋，需长途奔袭；若按兵不动，宋国一旦投降，晋国将彻底失去中原盟友。此时，先轸献上一计，将曹伯扣押，再把曹魏2国的土地分封给宋国。楚国久攻不下宋国，必然动摇。晋文公依计而行，消息传到楚军大营。楚成王果然心生退意，他深知晋文公此时势头正盛，不愿与之硬拼，当即下令撤军。然而楚将子玉却骄横自负，执意要与晋军决战。
楚成王拗不过他的坚持，只拨给他少量兵力，放任其北上。此时为拉拢秦齐两国，先轸再次献计，一方面让宋国拿出部分土地贿赂秦齐，恳请两国出面劝楚退兵，秦齐未获实力，必然全力斡旋；另一方面，正式将曹魏土地分封给宋国，坚定其抗楚决心。果不其然，楚国不愿放弃曹魏这两个盟友，断然拒绝秦齐的劝和。秦齐两国为保住即将到手的土地，彻底与晋国结盟。至此，晋楚决战的态势已然形成。公元前632年，子玉派使者宛村前往晋营交涉道：晋若释放曹魏国君，楚便解除对宋国的围困。这看似公平的提议，实则将晋国置于两难。若答应，则显得晋国受制于楚；若不答应，则落下不顾宋国安危的口实。晋文公召集群臣商议，先轸却认为这正是激怒楚国的好机会。他建议晋文公一面将宛村扣押，故意激怒子玉，一面私下会见曹魏使者，许诺恢复两国国土，条件是让他们与楚国断绝同盟关系。曹魏两国本就对楚国见死不救心怀不满，当即答应与楚决裂。消息传到子玉耳中，他怒不可遏，亲率大军昼夜兼程，直扑晋军大营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，晋文公却下了一道让众将哗然的命令：全军后撤90里。当子玉率领楚军裹挟着怒气极尽，在城濮的丘陵险阻间扎下大营时，晋楚两军的旌旗已在风中遥遥相对，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息。公元前632年4月6日，晨光刚划破天际，城濮的战场上已裂开两道钢铁长阵，晋军三军齐整，元帅先轸身披银甲，立于中军帅车之上，上军正中，胡毛胡眼兄弟并驾齐驱，下军的栾枝与虚城则勒马阵前，目光紧盯着对面的楚军。再看楚军，令尹子玉亲率精锐的若敖六族坐镇中军，子西统帅的左军在旁，子尚率领的右军在侧。子玉立于帅车上，望着晋军阵列，冷笑一声，马鞭直指前方，大声喊道：“今日必无尽矣！”话音未落，楚军大营便响起了震天的战鼓。战鼓雷中，虚城率先出招，他一声令下，下军的士兵们立刻牵出蒙着虎皮的战马，冲！虚城长剑一挥，这支猛虎军便朝着楚军右军的陈蔡军队猛扑过去。蔡士兵忽见猛虎军奔来，战马受惊，阵脚大乱，有人丢下兵器转身就跑，整支军队瞬间溃散，楚军右军就此攻盘。子玉在帅车上见右军溃败，怒火中烧，他当即下令左军与中军加强攻势，誓要突破晋军防线。可这正是晋军等待的时机。上军的胡毛立刻令士兵们拖着旗帜缓缓后退，装作溃败姿态。下军的栾枝也令士兵驾车拖着树枝奔驰，扬起漫天尘土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全军撤退的景象。子玉果然上当，高声下令左军追击，务必全歼晋军上军。他全然没顾得上溃败的右军，一心只想擒获败逃的晋军将领。楚左军不知是计，潮水般朝着晋军上军追去。就在他们追出数里，侧翼完全暴露的瞬间，先轸猛地挥动帅旗，大喝一声：“中军出击！”早已蓄势待发的晋军中军精锐如猛虎下山，从侧面拦腰撞上楚左军。与此同时，后退的晋军上军突然调转方向夹击过来，楚左军腹背受敌，顿时乱作一团，士兵们互相踩踏，惨叫连连，很快便溃不成军。当子玉发现左右两军皆已溃败时，才惊觉中了晋军的圈套。他望着阵脚大乱的战场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最终还是下令中军撤退。靠着若敖六族的精锐，他才带着残兵艰难退出战场。晋军随后进驻楚军大营，休整3日后班师回朝。战后不久，晋文公召集各国诸侯在建土会盟，周天子亲自前往犒劳晋军，册封晋文公为侯伯，正式承认其中原霸主的地位。